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普通话播客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玛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洋，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。今天我特别兴奋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，玛丽？为什么？难道是我们的播客节目又有了新的听众？对，而且是特别多的新听众。后台数据告诉我，最近有好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开始听我们的节目了。这让我觉得我们做的节目真的很有用，能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太开心了。这正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。我们希望通过最简单、最有趣的聊天，让大家觉得学中文不是一件困难的事，而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。没错，你看，我们俩都是中文母语者，平时聊天就很轻松。我们就想把这种轻松的聊天方式带到节目里，让大家听我们的节目，就像听两个朋友在聊天一样。对了，周洋，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吗？那时候我们还不是同事。记得，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做什么的。我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：“你好，我叫周洋”，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感觉有点尴尬。是啊，那时候我们还不熟，不过后来我们聊到了各自的工作和爱好，才慢慢熟悉起来。这正好说明，自我介绍不只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个开始，是通向新朋友的第一步。没错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自信流畅地用中文介绍自己，让大家能够和新朋友愉快地聊天，不再感到尴尬。我们会用最简单、最地道的中文，一步一步地教大家，从介绍姓名、国籍、年龄，到职业、爱好，甚至是你的家乡和家庭。我们还会分享一些有趣的例子，让大家更好地理解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自我介绍大挑战吧。玛丽，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姓名。当你想认识一个新朋友，首先要告诉他你的名字。对，最常用的就是我叫玛丽。还有一个更正式、更礼貌的说法，大家也可以学一学，那就是我的名字是玛丽。是的，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，比如面试或者第一次见客户，用我的名字是会显得更专业。不过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叫就足够了。接下来是国籍，这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重要信息。我们可以说我是中国人。玛丽，如果你遇到一个外国朋友，你会怎么问他来自哪个国家？我会问你是哪国人，或者如果我知道他来自某个国家，我可以说你是美国人吗？或者你是日本人吗？这样问会更具体。哪国人这个词很重要，大家要记住。我们可以练习一下，比如你的朋友是哪国人？你的老师是哪国人？周洋，我记得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，老师说问别人的年龄不太礼貌。在中国，我们怎么问呢？在中国，问年龄的情况比较特别。通常，如果你和对方不熟，直接问年龄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。但如果你们是同龄人，或者你想知道对方是不是比你小很多，可以问你多大了？或者更礼貌地说，方便问一下您多大了？对，如果有人问我年龄，我可以回答我20多岁了，或者我30岁了。玛丽，你刚才用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词，多。这个多字在中文里非常有用。
我们用它来表示一个大概的数字，比如我40多岁了，这个苹果2块多钱。这样说既方便又自然。没错，这个词是 HSK4 的生词，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非常多，大家可以试着练习一下。好了，聊完了我是谁，我们再来聊聊我的生活。这部分我们主要讲工作、爱好和家乡。这几个话题是和新朋友聊天时最常聊到的。对，当你想和新朋友进一步聊天时，可以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或者直接问你的工作是什么。我先来，我是播客主持人，我的工作很有意思，每天可以和周洋一起聊天，把我们的想法分享给大家。而且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们能帮助更多的人学习中文。我每天都很期待来上班。我的工作是播客编辑，我的工作是把我们的节目剪辑好，让大家听起来更舒服。我需要学习很多软件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我也很喜欢。对了，玛丽，除了工作，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我的爱好有很多，我喜欢看电影，也喜欢听音乐。我最喜欢看喜剧电影，因为它能让我开心。你呢？你喜欢什么？我很喜欢打篮球，我还喜欢旅行。我喜欢去不同的城市，看不同的风景，吃不同的东西。我以前去过很多城市，比如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。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。我最喜欢成都，因为那里的火锅真的太好吃了。周洋，说到旅行，我们来聊聊家乡吧。你的家乡在哪里？我的家乡在北京。北京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有很多有名的风景，比如故宫、长城。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，天气不冷不热，天空很蓝。还有北京的烤鸭也很有名，你吃过吗？当然，北京烤鸭真的很好吃。我的家乡在四川，四川有很多好吃的食物，比如火锅、麻婆豆腐。四川人很喜欢吃辣，我们的菜都是辣的。如果你喜欢吃辣，一定要来四川玩。听起来真不错。如果大家想问别人的家乡，可以问你是哪里人，或者你的家乡在哪里？没错，如果别人说我是上海人，你可以问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？或者上海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吗？这样你们的聊天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趣。周洋，除了聊自己，我们还可以聊聊家庭和朋友，这部分会让你的自我介绍更完整。对，不过聊家庭要看情况。如果和新朋友第一次见面，可以简单的说说。比如你可以说，我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我。没错，如果我想问你的家庭，我可以问你家有几口人，或者你有兄弟姐妹吗？很好，我可以说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是独生子。这个词独生子也是中文里比较特别的词，意思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。除了家庭，我们还可以聊聊朋友。我们可以问，你有很多朋友吗？或者，你的朋友都喜欢做什么？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喜欢和我一起打篮球。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。玛丽，你的朋友呢？他们喜欢做什么？我的朋友和我一样，都喜欢看电影、听音乐。我们经常一起去电影院，或者去听演唱会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
总是很开心。玛丽，我们已经教了大家这么多实用的句子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吧。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互相介绍一下自己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先来。我会用我们刚才学到的所有内容。你好，我叫玛丽，我是中国人，今年20多岁了。我是普通话播客的主持人。我的爱好是看电影和听音乐。我最喜欢喜剧电影，因为它能让我开心。我的家乡在四川，那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比如火锅。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都和我一样喜欢看电影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玛丽，你介绍的太棒了，听起来很自然，也很完整。现在轮到我了。你好，我叫周洋，是普通话播客的编辑。我是中国人，今年30岁了。我喜欢打篮球和旅行。我的家乡在北京，那里有很多有名的风景，比如故宫和长城。我家有3口人，爸爸妈妈和我。我是独生子。我的朋友都喜欢和我一起打篮球，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只要大家记住这些句子，多练习，就一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没错，大家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对话录下来，多听几遍，多练习几遍。也可以找自己的朋友，用中文互相介绍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普通话播客就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期节目，都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记住，学习中文最重要的是开口说，不要害怕犯错误，多说多练，你的中文会越来越好。如果大家对中文学习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想听我们聊什么话题，都可以在我们的播客下面留言。没错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再见。